好吃再来。还是8块钱，今天给每个人都加了。哎，黑心的老女人，你这些年卖盒饭赚了我们多少钱了？就是。你们看看，这些我都有记账的。我一份盒饭连1块钱都赚不到，猪肉17块钱一斤，鸡肉8块钱一斤，牛肉41斤。你放屁！对，隔壁那条路也有卖盒饭的，人家才卖5块钱一份，而且肉多的都堆不下了。对，你就是黑心肝，想赚我们这些穷人的钱。我每天跑这么多市场，菜价肉价我烂熟于心。5块钱一份的盒饭，肉还堆得装不下，怎么会有人做这种赔钱的生意？但是我在这儿卖了那么多年，要是真的不实惠，你们也不会吃了那么久啊。那现在已经有更实惠的了，我们用不着吃你家的了。带着你的摊子滚回老家种地去吧，别想再坑我们的钱。哎！你坑了我们的钱就想走，没门儿！让你坑我们！要想我们原谅你也行，这些剩下来的肉菜就当你给我们赔礼道歉的。来，搬走。哼，我不踩几脚，免得你这个黑心老板再捡起来卖给别人。妈，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妈跟你说，都是那个工头，事情就是这样。哎，简直是欺人太甚！我们学校饭堂3个素菜都要8块了，咱们家看他们干活不容易，这么多年都没有涨过价，他们居然还蹬鼻子上脸了。没事儿。妈，你刚刚提到的那个5块钱盒饭，我好像刷到过。是个专梦盒饭的网红，妈，你看，果然是个网红。可他每份饭只卖5块钱，还有那么多肉，这不是亏大了？妈，你看他每天卖盒饭，还化这么精致的妆，明显是有团队刻意安排的。这些饭可能都不是他做的，就是炒热度，好接广告赚钱。哼，不过我跟您打赌，不出1个月，他们肯定还得回来跪着给您道歉。妈，你看，他又更新了一条视频。今天是我来到洛城洛市卖盒饭的第2天，有好多工友来给我捧场呢。镜头给到的那些人，正是今天砸我摊子的工人们。站在前面的那个工长对着镜头说：“盒饭西施果然是人美心善，不像之前那个在这儿卖盒饭的黑心老板，一份饭就卖8块钱。我们支持你，以后我们每天都来你的摊位买盒饭，再也不去那个老女人那里了。”我气不打一处来，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是吧？可这个盒饭西施也不可能在这卖一辈子盒饭的，到时候看他们怎么办。经过这件事，我发现有些人根本不值得被同情。和老公商量后，我去了家里的快餐店帮忙，再也不去工地卖盒饭了。今天路过工地时，工人们正蹲在路边吃盒饭。哎，娘嘞，你们看，这里面还有虾，原来那个卖盒饭的可舍不得给我们做虾。我都吃撑了，还没吃完。早知道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盒饭，咱们就应该早点把那个女人撵走。不得不说，盒饭西施确实大方，各种好菜跟不要钱似的。可这些工人也不动脑子想想，这世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盒饭西施在洛城的名气越来越大。第7天的时候，就有不少粉丝驱车10几公里，就为了吃他的盒饭。去给在家附近上大学的女儿送烤鸭时，我又经过了那个工地。这个时间点正是工人们休息吃午饭的时间。可盒饭西施才不会像我之前那样巴巴的等着工人们来，他的摊位前早就排起了几十人的长队，不少粉丝一个人买3份饭，还要和他拍照留念，队伍就更慢了。我看见工长带着工人们在后面急得团团转，工长拍拍前面那个男人的肩膀：“老兄，我和我兄弟们还没吃午饭呢，能不能让我们排前面啊？”那个男人也不是好惹的，谁天美不是饿着肚子在这排队呢？就你金贵。工长没了之前和我吵架时气势汹汹的样子，连忙陪笑。主要是这附近也没有其他卖盒饭的，我们下午还得干活。您看这……男人白了他一眼。我记得这附近不是还有一个女的也卖盒饭吗？我还吃过一次呢，我记得是8块钱。要不然你们去她那儿买。工长说不出话了，因为就在前几天，他带着一群工人砸了我的摊子，
赶走了我。等我把烤鸭送给闺女，往回走时，那些工人才刚刚排到。盒饭西施眨眨眼睛，不好意思啊，今天的盒饭已经卖完了，各位明天再来。那些工人们饿着肚子排了1个小时，火气大着呢。其中一个工人掀了他的饭盆，我们这么多人排队，你就做这么点饭？盒饭西施身旁2个大汉走上前来，抖了抖身上的肌肉，工人们立刻没声了。傍晚时分，快餐店里正是客人多的时候，我和孩子爸忙得不亦乐乎。砰的一声，门被踹开了，门上的玻璃也碎了半块。要不是你今天没来卖盒饭，我和我兄弟至于没吃饭饿的低血糖吗？可怜小赵，今天从吊车上摔下来，已经没命了，你得赔钱。那个小赵的父母也来了，在我店里一坐不起，一把鼻涕一把泪。要不是你今天没去卖盒饭，我儿子怎么会死？我要你赔钱。餐馆里不少客人都被吓走了，我也收起了之前和善的态度。你们砸我摊子的事儿，我还没和你们算账呢。你们倒恶人先告状了。我警告你们，我店里都有监控的，不是你们工地上，再闹我就报警了。小赵的父母听到报警，这才收住了哭声。我望着带头闹事的工长，要我卖盒饭的是你们，不让我卖盒饭的也是你们，我凭什么受这个窝囊气啊？我告诉你们，我不光今天不卖了，我以后也不卖了。一盒饭才赚不到1块钱，傻子才卖。看我态度强硬，工长又打起了我快餐店的主意。他看到我的菜单上写着盖浇饭荤的20到15一份，素的15到10块一份。工长立刻拉起了一个还在扒饭吃的大学生。你知不知道，他之前在我们工地卖盒饭才卖8块钱一份，2荤2素，现在他一份素的盖浇饭就要10块，你都被他坑死了。那个大学生是我家常客，特别能吃，别家盖浇饭他都吃不饱，只有我家的能吃饱。你有病吧？现在哪还有8块钱2荤2素的盒饭了？这条街上最便宜的就是他们家了。你不想吃，别拦着我吃。工长傻眼了，半天说不出第2句话。吃了我5年盒饭，都忘了现在物价涨成什么样了。我没有涨价，不代表菜不涨价，肉不涨价。离了我，他们上哪找这么物美价廉的盒饭？小赵父母一人抱住我一条腿。既然你都卖了5年了，总不能因为他们砸了你的摊子，你就不卖了吧？帮人就要帮到底，你没帮到底就是你的错。我们也不要多，20万，你不给，我们就每天都来你店里闹，让你的店开不下去。警察推门而入，谁报的警？警察先生，就是他们砸了我家店门，还要敲诈勒索我。我才不会像上次那样傻乎乎的让他们欺负呢。几人赔了我一个新大门，总算消停几天了。盒饭西施已经在这摆了20多天摊了，几乎一天比一天人多。工人们中午只能去附近的饭馆吃饭，工地那边鲜有人去，那边的餐馆主打就是一个宰客且难吃。又过了约莫1个星期，盒饭西施的摊位前立起一个牌子，今天所有盒饭全部免单，先到先得，每人限领1份。我闺女也去凑热闹了，只不过她去的时候盒饭已经抢完了。工地的工人们由于离得近，不少人都抢到了免费盒饭。我闺女和我说，今天的免费盒饭比之前的都好，里面有半只龙虾还有鲍鱼呢。我打开手机一看，盒饭西施今天更新了一条视频。再见洛城，1个月来的相处虽然短暂，却刻骨铭心。我打算在走之前好好请大家吃一顿。这是我们今天一早去海鲜市场买的海鲜，希望大家喜欢。原来是散伙饭啊！盒饭西施走的第2天，工人们就按捺不住性子了。工长和几个工人拎着2斤猪肉，在我店门口等我。老板娘，之前是我们对不住你，要不然你还是回来继续卖盒饭吧，还卖之前8块钱一份的那种，弟兄们都馋了。我看也没看他，继续擦着桌子。工长见状，又从兜里掏出一条红旗渠，这烟也和猪肉一起，算作赔礼。你这2样东西加一起，还没那天从我这儿抢走的肉和菜值钱呢。工长嗖的把烟放回口袋，面露不悦。我继续说，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吗？我黑心，我坑你们的钱，有了比我更便宜的盒饭，就不需要买我家的了。那你们怎么不去买更便宜的盒饭啊？工长咬着牙，明知故问。我把抹布往桶里一甩，溅了工长一身脏水。好走，不送。工长身后的几个小弟咬牙切齿的，为什么你之前都卖了5年了，现在却不愿意卖了？我们不就是砸了你的车，至于记恨这么久吗？我淡定自若地说，之前一直坚持卖，是因为我可怜你们辛苦，想让你们都能吃饱吃好。我一份饭赚不到1块钱，你们却因为一个外地来的网红对我如此。还有，我告诉你们，那个网红只是来这儿拍视频的，你们不会真的蠢到以为5块钱能买那么多好菜好肉吧？洛城以后都不会再有8块钱的盒饭了。他们不敢找盒饭西施的麻烦，因为他是大网红，可我只是个快餐店的小老板娘，他们才会得寸进尺。老公早就想扩大快餐店的规模了，之前因为我一直在摆摊卖盒饭，所以人手不够。现在我回来了，
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我们盘下了一家2层楼的店面，不再只做小炒，而是升级为家常饭馆。1楼雅座，2楼包间，还雇了一个厨师2个服务员。我也正式升级为饭馆老板娘。工地那边又有人去摆摊卖盒饭了。隔壁店老板长得人高马大，工人们不敢找茬。其实他这个价格在整个市场价里并不算贵，只是相对于我那8块钱的盒饭来说是贵了不少。有好几次我去女儿学校给她送东西，路过那个工地，工友们似乎对这个新的盒饭摊子很不满意。12块钱才一个荤菜，你抢钱啊！之前我们吃的都是8块钱4个菜的，你爱吃不吃？本来你们这地就偏，更何况你去别家看看，他们比我卖的贵多了，你们就知足吧。这附近的确没有比他卖的更便宜的盒饭了，工人们只能掏钱购买。突然想到我第一次来工地卖盒饭的情景，当时是因为店里备菜备多了，没卖完，老公就提议让我到工地那边去看看有没有人要买。走到那个工地时，发现很多工人中午都来不及吃饭，下饭馆又嫌贵，就拿咸菜就找2馒头吃。当时我推着车，饭箱勾了不少人，工长当时还不是工长，他吃了我炒的菜后突然哭了，大姐，你炒的菜真好吃，跟我妈炒的似的，还实惠，要是能天天吃到这样的饭菜，干活都有劲了。我当时很是动容，回家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让工友们中午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这个决定一做就是5年，5年来不论刮风下雨，我没迟到过一次。只是工人们对我的态度不复从前了。第1年，所有人都为能吃上便宜好吃的饭菜而感到开心，都夸我是个活菩萨。有几个瘦猴一样的工友，吃了1年我做的盒饭，脸都圆了一圈。后来日子久了，他们好像也忘了当初是怎么哭着求我来卖盒饭的，还觉得我是在求着他们买盒饭。可他们难道忘了8块钱的盒饭，5年前我尚且赚不到2块，更别提5年后了。这还不算我的人工费，要是杂七杂八全加起来，我其实一直在赔钱。唉，我叹了口气，骑着车飞驰而过。家里饭馆开业后，生意火爆，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有不少人是我家从前快餐馆的老客户，听说我们开了饭馆，都来捧场。一时间，我数钱数到手软，一下子把前5年亏的钱给赚回来了。之前隔壁店的老板也来饭馆找我和老公叙旧，他点了2瓶啤酒，2个下酒小菜。唉，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隔壁店老板说，那些工人吃你从前做的8块钱的盒饭吃惯了，每天挑我的毛病，一会儿嫌贵，一会儿嫌菜不好。更过分的是，有次我卖完盒饭去了旁边的公厕上厕所，回来之后你猜怎么着？不知道谁在我3轮车座位上拉了一泡屎，而且那些工人他们就坐在旁边捂着嘴笑，肯定是他们干的。隔壁店老板说着说着都要被气哭了，一边揉眼睛一边给自己的酒杯满上。这还没完呢，有个人说他手机坏了，付不了账，只能给我现金。可没想到那根本就是假钱，我第2天去找他理论，结果他翻脸就不认人了，还说我欺负他们没文化，想拿假钱讹人。原来这世上是谁可怜谁有理，我就是贱。酒劲上来了，隔壁店老板的情绪更激动了，脸喝得通红。5年前我虽然不让你去卖盒饭，可我也是同情他们的。现在等到自己去卖，虽然提了点价，但还是比店里便宜些。我就想着，你走了，工人们又吃不上热乎饭了，我就是贱。他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我又何尝不是呢？谁知说曹操到，工长又带着几个工人上门了。哟，都开上饭店了，看来卖盒饭没少捞钱啊。老板娘，你还得感谢我们，要不是我们，你还开不上饭店呢。是啊，我还得感谢你们呢。5年来不但没让我挣钱，还倒赔钱了。不仅如此，还没落着好。工长气了一声，我们今天不是来找你吵架的，是正儿八经来赔礼道歉的。工长把一箱2锅头放在地上，兄弟们还是想吃你那8块钱的盒饭，你是不知道，我们那新去了一个卖盒饭的，1荤2素就要12块。另外几人附和道，对啊，一个大老爷们没想到那么黑心，不过我趁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偷偷在他3轮车上拉了一泡屎。几人哄堂大笑，声音尖锐刺耳。一直背对着他们的隔壁店老板默默转过身来，原来是你。隔壁店老板趁着酒劲上去就抓住那个人的衣领，你知不知道我那辆车回去我刷了3遍才把胃洗下去。隔壁老板1.8米的大个，拉屎的工人有些害怕了。哥，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就是憋不住了。你不是嫌我12块的盒饭贵吗？老子也不卖了。他又指着另一个工人，当时就是你给我的假钱，还不承认？隔壁店老板脸红脖子粗地瞪人，像猛张飞。哥，我真不知道那是假钱，我现在就把饭钱给你。我说呢，原来你俩早就认识，在这耍我们呢。他们把那箱2锅头扛了回去，还放下狠话，好心好意跟你商量你不听，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到时候就是你求着给爷送饭。工人们临走时的威胁也让我心有余悸，他们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报复我呢？老板娘，直到这周周末，女儿回家，妈，我总感觉路上有人在跟踪我，我心里发毛，我心跳漏了一拍。是了，女儿的学校在郊区，离他们的工地又近。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在网上买了追踪定位器，叮嘱女儿一定要随身携带。我和老公更是在女儿出门时寸步不离地跟着。过了一个周末，倒也平安无事。送女儿去学校后，
我告诫她不要随便出校门，一定要和朋友结伴而行。这周四，女儿过生日，她非要带同学们来家里的新饭馆吃饭。我和孩子他爸一向宠女儿的，也就答应了。只是时间紧张，他们吃完饭了就得回学校。最近饭馆效益不错，我给女儿发了2000的红包买谷子。现在年轻人玩的东西真是越来越稀奇了。等到吹完蜡烛、吃完蛋糕时，已经快9点了，回学校还有半小时的路程呢。我让老公开车送他们，无奈老公今天喝了酒，没法开车。于是我给女儿转了个红包，让她带同学们打车回学校。这个路口不好打车，你们往前走到下一个路口打。上车了一定要记得给妈妈发信息啊。过了约莫半小时，还不见女儿的信息发来，我有些着急了，叫上老公出去看看。这时女儿同学来电话了，阿姨，不好了，王秋哥被人贩子抓走了。我当时就没站住，跌坐在地上。在哪没的？是我们走到路口，那里也没有灯。突然一辆灰色面包车停在我们面前，下来了2个人，就把秋哥拽上去了。我们一共3个女生，还有一个同学也被他们绑走了，就我一个跑出来。我和秋哥同学当即报警，警察来得很快，调取监控后，很快锁定了嫌疑车辆。我望着监控画面里那辆车，喉咙发紧，因为那辆面包车是工长的。想起半个月前我给女儿买的定位追踪器，我赶紧打开手机 app， 谢天谢地，女儿一直记着我的叮嘱，没有拿下来。我和警察同志按照追踪器指示来到了工地，一眼望去，里面黑压压的钢筋水泥，根本看不到人影，定位到了这里也不动了。我们只好打着手电筒一点点摸排，找了将近20分钟，仍然没有消息。我已经急得要崩溃了，我甚至有点后悔，是不是应该答应他们继续回去卖8元的盒饭，这样我女儿就不会被绑架。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发现前面的泥地里有一行车辙印，泥土还没干，一定是刚过的车。顺着车辙印，我们看到那辆面包车停在一排隐蔽的彩钢房前，里面还有女孩的哭喊声。大哥，这2个娘们也太不老实了，一直踢我。老子干活这么久，都半年没摸过女人了，之前去发廊那边一晚上就要我200，现在好了，有免费的了。听到他们说的话，我感觉血管都要爆炸了，顾不上其他，我侧身撞开了大门。里面有10几个工人，都不是生面孔，工长也在。女儿和同学被绑在一起，衣服破烂不堪。女儿见了我，眼泪狂飙，奈何嘴里被袜子塞住，说不出话来。警察很快制住了屋里的人，开车的工长以及实施绑架的2个工人是主犯，其余人并未参与到绑架行动中，只能算是强奸未遂。我赶紧给女儿和她同学松绑，帮他们穿好衣服，幸好是虚惊一场，可这更让我心痛。我从来没欺负过这些工人，只是因为从前他们占的便宜现在占不到了，就记恨起我来。不就是蹲耗子吗？老子5年前才放出来，再蹲个5年又怎么样？出来照样还是一条好汉，到时候你姑娘肯定出落得更漂亮了。听到他说的话，我女儿害怕的发抖，我也恨不得撕了她的嘴。老实点，都被抓了还满嘴胡言乱语。警察的恐吓她丝毫不怕。10年前我在大学旁边的工地打工，那是个师范大学，里面的学生是真漂亮啊，天天第1个2个在我眼前晃悠。终于有一天，我借着脚手架翻进了学校，摸进了操场，把一个女学生拉到草丛里，嘿嘿。后来听说那个女生还因为这件事保研了，她还得感谢我呢。工长他们被带上了警车，我心里却是如坠冰窟。我以为他们只是爱占点小便宜，却没想到远比我想的要险恶。从警察局做完笔录回家已经很晚了，女儿哭睡着了。我怎么会进城卖菜？据我所知，那个工长1个月就挣1万多，才给妻女打3000。小姑娘说着说着，还躺在地上撒泼打滚起来了。你太欺负我们穷人了，是不是非要把我们逼得没活路，你才愿意？一些不明所以的路人居然还帮着工长女儿说话，看着年纪也是当妈的人了，怎么还欺负一个卖菜的小姑娘呢？就是，我就见不得这些有钱人仗势欺人。我强忍怒火，把地上的女孩拽起来。你不是说还有你妈，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卖菜？我妈要在老家照顾弟弟，我得赚钱养家，每天挣的钱还要和她汇报。你看看多孝顺的姑娘啊，要是我儿媳妇也跟她似的就好了。人群中走出来一个戴金链子的中年男人，我这人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小妹妹，我给你找个工作怎么样？保证比你现在这个轻松，还有钱。工长女儿心动了，好啊，我愿意。虽然他不讲理，可我还是凭着良心想拉他一把。你刚进城，很多东西都不清楚，小心被别人卖了都不知道。这个叔叔会不会卖我不知道，但是我妈和我讲了，一定不要信你的话，因为就是你女儿勾引我爸，他才进警察局的。你妈是这么和你说的？那不然呢？小姑娘挽着中年男人的胳膊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沉默良久，还是没开口。我们老居民都知道，那个男人是拉皮条的，专门在工地旁边给农民工解决生理需求的，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了。1年的光景，我们的饭馆如火如荼，家里也换了大房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女儿周末回家和我讲了一个八卦，就我们学校附近那有一个发廊，
我们班男生之前想去理发，结果里面全是穿着吊带化着浓妆的女人。有个人把我同学领进隔间，我同学以为是理发，没想到那女人上来就脱衣服，给他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出去了。那你同学有没有和你讲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好像是长得黑黑的，眼睛大大的，很瘦，别的我不知道了。一晃5年，曾经的工地早已变成一个新小区，那里的商业也逐渐发达，不再是荒无人烟的郊区了。我和老公开了一家更大的饭店，我现在是真正的老板娘了。女儿学的是工商管理，干脆直接回家做了财务总监，其实就是算工资记账的。我问她，别的小孩都想去大公司闯一闯，怎么偏偏你想回家？妈，你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就业行情，私立公司可剥削人了，哪有我在自己家上班舒服啊？想不去就不去，还有钱拿。5年前我们那家快餐店隔壁的老板现在是我们饭店的主厨，你还记不记得之前那个工长？他放出来了。隔壁老板，我是在原先那个工地那里的足浴城碰见他的，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打人呢，我在那看了好一会儿热闹，原来是他一出狱就找老婆要钱去足浴城，结果碰到了自己女儿在那里做技师，然后2个人就打起来了。我瞅了眼躺在太师椅里的女儿，幸好5年前的事没给她造成什么心理阴影，可如今工长出来了，他指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再报复我们呢。这几天我心里一直忐忑，也提醒了女儿要加强防范。最近是暑假，很多办升学宴的，我家饭店简直是爆满，来来往往的人又多又杂。女儿也帮忙在前台接待。一个穿着有些破旧的男人往里走，他头发很长，遮住了脸。女儿上前询问他是哪个房间的，他只抬起头看了我女儿一眼，果然出落得更漂亮了。我心里一惊，这是工长的声音，他还不等我反应过来，从怀里掏出一把剔骨刀，又细又长。工头，你敢让我的女儿去当技师，我就让你女儿丧命。其余人一见到他拿刀，立刻四散而逃。眼看着工长的刀就要捅进女儿的心窝，女儿双手交叉格挡住他拿刀的手腕，然后将身一扭，反从他胯下钻走了。等工长再转过身想进攻时，女儿一个扫踢将他撂倒在地，又一脚踩上他的手腕，直到他手里的刀掉落。几个保安火速上前按住了工长。不多时，警察也来了。你就非要和我过不去吗？我不就是想抢你的女儿，你就要忽悠我的女儿去当技师？不管你信不信，我当时提醒了你女儿不要跟着那个拉皮条的走，是她自己说的，信谁的话都不会信我的话。这场长达5年的闹剧总算结束了，我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女儿依旧镇定自若，丝毫看不出刚刚被袭击了。你刚刚那2下子哪学的啊？我用手比划着女儿刚刚的招数，女儿大辫子一甩，又躺回太师椅。自从大3的时候被他们绑架，我就去报了个泰拳班，一直在练着呢，我就等着她来找我，看我打不死她。看着吊儿郎当的女儿，突然觉得她颇具女侠气质，像我。只不过我当年是圣母心，她才是真仗义。女儿看到我炙热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身上，斜了我一眼，干嘛？是不是觉得我很厉害？我点点头，那不如这个月多给我发点奖金买谷子吧。工长被警察押走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还死死瞪着我女儿，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说出来的话肮脏又恶毒。直到警车鸣着警笛驶远，饭店里惊魂未定的客人才渐渐回过神，议论声此起彼伏。我的天，这人也太狠了吧，居然拿着刀冲进来。多亏这姑娘会功夫，不然今天要出大事。这不是之前工地那个工长吗？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以前总欺负卖盒饭的大姐。后厨的主厨大哥，也就是当年在工地卖12块钱盒饭的老邻居，拎着菜刀就冲了出来，看见人被抓走，才狠狠把刀剁在案板上。狗改不了吃屎，这种人就不该放出来。当年我就跟你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还不信？我苦笑一声，当年我要是信了，也不会在工地守5年，守着那份8块钱的盒饭，守着一颗自以为善良的心。我收拾着被撞翻的桌椅，看着地上掉落的刀痕，心里那点残存的对底层人的怜悯彻底碎了。日子一天天平稳过下去，我们的饭店在这片区域越做越有名，不少人专门开车过来吃我们的家常菜，说我们家的菜有烟火气，吃着踏实。转眼到了秋天，天气转凉，我想起当年在工地，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在盒饭里多加一勺热汤，怕工人们干活着凉。现在想想真是可笑，那些人喝着我热乎的汤，转头就能砸了我的摊子，把我的好心踩在脚下。这天傍晚，店里没那么忙了，我坐在门口择菜，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牵着一个瘦得像柴火棍的小男孩在饭店门口徘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橱窗里的菜。女人看起来30多岁，头发枯黄，脸上全是疲惫。小男孩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心里一软，当年我在工地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吃吧，不要钱。女人愣了一下，连忙接过饭盒。谢谢大姐，谢谢大姐，孩子3天没吃顿饱饭了。我赶紧把他扶起来，看着小男孩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酸酸的。你男人呢？怎么就你带着孩子？女人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她在工地干活，从架子上摔下来，腿断了，老板跑了，没钱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我看着她，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只是我比她幸运，
我有家人，有手艺，能一步步爬起来。拿着给孩子买点吃的，再给你男人买点药，别怪我也是苦过来的。女人哭得更凶了，连连给我鞠躬，说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我。谢谢阿姨，阿姨是好人。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当年我在工地也听过无数句，大姐是好人，可最后那些人却把我往死里逼。好好过日子，别学那些忘恩负义的人，记住，谁对你好就行。女人点点头，牵着孩子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我不是不善良了，只是我的善良要留给值得的人。没过几天，那个女人又来了，这次她手里拎着一筐自家种的青菜，还有几个土鸡蛋，说是特意给我送来的。她告诉我，她男人在附近找了个看大门的活，虽然钱不多，但能养活家。她也在小区里找了个保洁的工作，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我收下了她的菜，看着她眼里的光，突然觉得这才是善良该有的样子。你对人好，人记在心里，哪怕只是一筐青菜、几个鸡蛋，也是沉甸甸的心意。不像当年工地那些人吃了我5年的饭，最后反咬一口，恩将仇报。这天，女儿放学回来，神神秘秘地拉着我说要给我看个东西。她打开手机，是一条本地新闻，标题是昔日网红盒饭西施涉嫌虚假宣传、偷税漏税被依法查处。我点开一看，照片里那个曾经妆容精致、对着镜头笑靥如花的女人，如今脸色苍白，被警察带走，身边的团队也作鸟兽散。新闻里说，她所谓的全国巡摆卖盒饭全是剧本，5块钱的盒饭是亏本赚流量，等粉丝多了就接广告带货，卖的全是三无产品。不少人买了他的东西都吃坏了肚子，而且他从来没交过税，账目一塌糊涂。这次被人举报，直接被端了老窝。我看着新闻一点都不意外，当年我就知道5块钱2荤2素，肉还堆成山，根本不是正经做生意，就是为了博眼球。只是可怜当年那些工人为了这点小便宜砸了我的摊子，赶走了我。最后网红拍拍屁股走了，他们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妈，你看，恶人自有天收，他当年靠着坑蒙拐骗赚流量，现在也栽了。我点点头，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释然。这世上所有的投机取巧，所有的虚假伪善，终究藏不住，早晚都会露出原形。日子又过了小半年，我们的饭店开了分店，生意越做越大。我和老公商量着，把饭店交给女儿和主厨大哥打理，我们俩出去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么多年，我不是在快餐店忙，就是在工地摆摊，从来没好好歇过。出发前一天，我特意去了当年的工地，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高档小区，绿树成荫，高楼林立，再也没有当年尘土飞扬、简陋破旧的样子。小区门口有好几家餐馆，有快餐，有火锅，有面馆，最便宜的盒饭也要15块钱，再也没有8块钱2荤2素的饭菜了。我站在小区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穿着体面的白领，有推着婴儿车的宝妈，有放学的孩子，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些光着膀子、满身泥土的工人。物是人非，当年的恩怨好像也随着这片土地的改变烟消云散了。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低着头匆匆走过，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当年跟着工长一起砸我摊子的。他比当年瘦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全是沧桑。看见我，他脚步一顿，眼神躲闪，想躲又躲不开。我停下脚步，看着他，大姐，好久不见。我点点头，没说话。当年是我们不对，我们鬼迷心窍，被那个网红骗了。对不起，你，这是5年来第一个跟我道歉的工人。都过去了，好好过日子吧。他愣了一下，没想到我这么轻易就原谅了他，眼泪瞬间掉了下来。大姐，你真是好人，当年我们那样对你，你还……我不是好人，我只是不想再记着那些糟心事。你们当年难，我理解，可难不是欺负人的理由。记住，以后别再为了点小便宜忘恩负义。他连连点头，我记住了，我记住了。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轻轻叹了口气。其实我早就不恨了，恨那些人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善良要有底线，好心要给对人，不是所有的可怜之人都值得你倾尽所有去帮助。第二天，我和老公坐上了去南方的火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高楼变成田野，城市变成乡村。我靠在老公肩上，心里无比轻松。我终于不用在凌晨3点起床买菜，不用再顶着烈日寒风在工地摆摊，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不用再担心被人欺负。在外旅游的日子，我偶尔会接到女儿的电话，她说饭店生意很好，老顾客都很照顾她。当年那个送我青菜的女人还经常来店里帮忙，干活特别勤快。我听着心里暖暖的，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被人伤害的伤痛，都变成了我成长的养分，让我变得更坚强，更通透，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味心软没有底线的女人，我有了铠甲，也依旧保留着心软，只是这份心软只给值得的人。夕阳西下，海风轻轻吹着，我靠在老公怀里，心里无比安稳。我知道往后的日子再也不会有8块钱的盒饭，再也不会有砸摊子的恶人，
再也不会有提心吊胆的日子。我有家人，有事业，有幸福的生活，这就够了。回到家后，我和老公商量，拿出一部分钱资助了几个家庭困难的学生，还在饭店里设立了爱心餐，每天免费给流浪的人、环卫工人提供热饭。只是这一次，我不再像当年那样毫无保留的付出，我会看着那些接受帮助的人是不是懂得感恩，是不是值得我的好心。很快，新年到了，饭店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女儿穿着新衣服，在前台忙前忙后，主厨大哥和家人一起在后厨忙碌，老顾客们都来拜年，说我们家的饭店是这片最有人情味的地方。我站在饭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着满屋子的欢声笑语，心里充满了幸福。当年那个在工地被人砸了摊子，哭着回家的女人，如今变成了人人尊敬的老板娘，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我终于明白，人生最好的报复，不是记恨，不是报复，而是过好自己的日子，让自己越来越好。那些伤害过你的人，终究会被生活惩罚，而你只要守住善良，坚持努力，就一定会被时光温柔以待。窗外的鞭炮声响起，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五彩缤纷，照亮了整个夜空。我笑着握紧了老公的手，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往后余生，平安喜乐，万事顺遂，再也没有8块钱的委屈，只有数不尽的幸福与安稳。自从工长再次被收监，女儿彻底放下心结，把全部心思放在饭店经营上。她学的工商管理派上用场，账目、采购、排班样样打理得井井有条，比我更讲原则，更有分寸。有人想赊账、闹事、以次充好，她都温和却坚定地回绝，既不伤和气，也绝不退让。她没有沉溺在过去的阴影里，反而把精力变成底气。不久后，她主动联系附近高校，成为餐饮管理专业的校外讲师。课堂上，她不讲空泛理论，只拿我们家的真实经历举例，8年摆摊账本、被砸坏的餐车、网红低价盒饭的套路、人心凉薄与世间温暖。她告诉学生，善良要有底线，心软要有锋芒，真心要留给值得的人。课上掌声不断，不少学生深受触动。他发现校内贫困生吃饭拮据，便在店里推出平价学生餐，凭证明10块钱2荤2素，米饭汤品免费续。他不宣传，不拍视频，只默默提供帮助。受过恩惠的学生大多记在心里，逢年过节发来问候。毕业之后还常回店帮忙。他始终坚持练泰拳，每周雷打不动去拳馆训练。后来他与拳馆合作开设免费女子防身课，专门教女生自保技巧，帮助更多人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日子安稳向前，他遇到了踏实可靠的伴侣，对方稳重诚恳，知晓他的过往，格外珍惜呵护他，事事以他为先，从不让他受半分委屈。订婚那天，他把当年被砸坏的旧饭盒、练拳护具、校外聘书摆在一起，笑着对我说，那些吃过的苦全都变成了如今的底气与光芒。婚后，他依旧打理饭店，坚持上课，教授防身术，还拿出部分利润设立爱心餐基金，为环卫工、学生、务工人员提供平价热饭。设立爱心餐基金，为环卫工、学生、务工人员提供平价热饭。基金规则清晰，账目公开，只帮懂感恩、守本分的人，不再像我当年一味付出，毫无保留。有人问他怕不怕再被人欺负，他平静回答，我妈当年只有善良，所以容易受伤，我现在有原则，有能力，有家人，再也不会任人伤害。偶尔路过曾经的工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烟火安稳。他挽着我的手慢慢走过，轻声说，8块钱的盒饭早已不在，但母亲交给他的良心与温暖，他会一直守下去，也会一直传下去。他活成了自己的靠山，也活成了别人的光。从前那个受惊无助的女孩，早已长成沉稳、勇敢、温柔又有力量的模样，把日子过得明亮而安稳。